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。今天我要讲的这家公司有点奇怪，它的毛利率只有11%，比大多数杂货店还低。他们店里最出名的产品之一是一根1.5美元的热狗加汽水套餐，这个价格从1985年到今天1分钱没涨过。它的股息率只有0.5%，根本不算高息股，但它的市值目前4400亿美元左右，它的市盈率在55倍左右。这个数字放在硅谷的科技公司里都算贵的，更别提一家卖纸巾和牛肉的仓储超市了。这家公司叫 Costco， 纳斯达克代码 COST。很多人第一次看这个估值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不对劲，买贵了。但如果我们把它的商业模式从头拆解一遍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反直觉的事情。Costco 根本不是一家零售公司，它的真实身份更接近一家会员订阅公司，只不过借了一个超市的壳而已。搞清楚这一点，你才能理解它的估值逻辑，以及它现在55倍市盈率到底是贵的离谱，还是有其道理的。Costco 的钱其实不是靠卖货赚的。Costco 上个季度，也就是2026财年第二季度，净销售额是682亿美元，但它的净利润只有20亿出头。一家每季度卖682亿货的公司，到手的净利润只有20亿，这个利润率大概是3%。这放在任何一个普通零售商身上都是相当平庸的数字，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被大多数人忽略了。同一个季度 ，Costco 的会员费收入是13.6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%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，只占总收入的2%不到，但如果你把它跟利润放在一起看，这13.6亿会员费差不多覆盖了总净利润的2/3。换句话说 ，Costco 真正在商品上的经营利润几乎薄如纸。它的商业逻辑是用接近批发价的商品定价把人吸引进来，让会员续费，然后靠会员费来支撑利润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把 Costco 比作 Netflix 或者 Spotify， 而不是沃尔玛。商品是获客手段，会员费才是真正的利润来源，会员续费率才是这门生意的核心指标。如果 Costco 的本质是订阅生意，那最重要的数字不是销售额，也不是毛利率，而是续费率。截至2025财年 ，Costco 美国和加拿大的会员续费率是92.3%，全球是89.8%。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90%的人心甘情愿再掏一次会员费，不是因为被强制绑定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值。为什么值？因为 Costco 的定价策略有一条内部铁律，任何商品的加价幅度不得超过15%，大多数时候维持在10%到12%之间。而一般超市的平均加价是25%到50%，这中间的差价就是会员花几十块年费实际省下来的真金白银。更重要的是 ，Costco 的全球会员数量仍在快速增长，目前全球付费会员接近1.45亿，而且会员里有一个叫做行政会员的高级档次，相当于付更高年费获得消费返现。这部分会员的比例在持续上升，单客消费也更高。2024年 ，Costco 还涨了一次会员费，这是7年来的第一次。市场原本担心涨价会导致续费率下滑，但实际数据显示冲击非常有限。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件事：这些会员的粘性已经高到对价格不太敏感了。那为什么2025年 Costco 跑输了标普500？2025年标普500全年涨了大概17%，而 Costco 同期几乎没动，甚至略有下跌。这是 Costco 过去20多年里罕见的表现低迷期之一，不是因为基本面变坏了。2025财年全年 ，Costco 收入增长了8%，利润增长了近10%，表现依然稳健。问题出在估值上 ，Costco 在2024年底的市盈率一度接近60倍，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把未来几年的增长提前定价了。当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坏，但股价也不涨的时候，唯一的解释就是估值在消化，业绩在追赶股价，而不是股价在追赶业绩。这个现象在机构投资者圈子里有个说法叫完美定价，就是说这家公司非常好，但已经好到价格里没有任何容错空间了。一旦哪个季度某个指标轻微低于预期，股价立刻会有明显反应。今年3月初刚出的 Q2 财报印证了这一点。Costco 季度销售额达到682亿，每股盈利4.58美元，都超出了华尔街预期。结果财报当天，
股价反而收跌2.4%。你没看错，好数据，跌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涨了那么久的预期已经太高了，轻微超预期已经不够用了。关税这张牌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？2025年底 ，Costco 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，他加入了一场对美国政府的诉讼，要求拿回川普政府依据 IEEPA 法案征收的关税款。这个背景是这样的，川普政府在2025年对大量进口商品加征关税，涉及的法律依据是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。后来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批关税违法，联邦国际贸易法院随即下令要求政府向进口商退款。目前，案件在向最高法院上诉的过程中，最终是否会被裁定违法，何时能真正到账退款，都还存在不确定性。Costco 作为大规模进口商，理论上可以追回一笔可观的退款，但这里有一个市场上大多数人没有仔细思考的逻辑。Costco 的 CEO 已经公开表示，如果关税退款到账，公司会直接把这笔钱以更低商品价格的形式返还给会员，而不是计入利润。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，短期内这笔退款对 EPS 没有直接提振，但会强化会员的性价比感知，进一步提升续费意愿和进店频次。这是 Costco 一贯的经营哲学，利润让渡给用户，换取更高的用户粘性和长期规模。这逻辑在纸面上非常好看，但对那些指望关税退款给一个业绩惊喜来推动股价的投资者来说，可能要失望了。另一个维度是供应链风险。Costco 的很多自有品牌 Kirkland 的产品以及大量非食品类商品依赖亚洲进口。如果贸易摩擦持续，进口成本上升， Costco 的选择只有两个，要么涨价伤害性价比，要么压低自身本已很薄的商品毛利。无论哪条路，都是在它最核心的竞争力上动刀。电商，这可能是 Costco 最被低估的一块。大多数人去 Costco 是为了买桶装零食和大包装洗衣液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线上业务正在快速崛起。Q2 财报数据显示， Costco 数字化渠道可比销售增速达到 22.6%， 1月份这个数字甚至跑到了 34.4%。 Costco 的 App 流量在一年内增长了 48%， 网站流量增长了 24%。 它还跟 Instacart、DoorDash、Uber 合作做同日达配送，这些渠道的增速比整体线上销售还快。为什么这件事值得重视？因为零售电商天然是规模效应的游戏，履约成本随单量增加而下降。Costco 线下已经有了极高的品牌认知度和极强的选品能力，如果线上渗透率继续提升，它的边际利润空间理论上是比纯线下零售要高的。而且有一点有意思， Costco 历来对线上业务态度保守，担心线上侵蚀线下门店的会员体验。但现在的数据显示，线上和线下的关系更像是互补而非替代，线上活跃用户往往也是门店高频客，这意味着电商不是在蚕食它的基本盘，而是在扩大它。门店扩张还有多少空间？目前 Costco 全球有924家门店，美国本土占大多数，它2026财年计划净新增28家。这个速度看起来不快，但对于每家门店动辄需要大量选址、建设周期和前期会员培育的业态来说，这已经是相当有纪律的扩张节奏。更重要的是国际市场， Costco 在日本有37家，韩国有20家，澳大利亚有15家，中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等市场的渗透率还非常低。国际门店的可比销售增速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高于美国本土。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，在美国，Costco 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，获新会员的边际成本更高。而在很多国际市场，它的品牌溢价和会员概念还处于早期渗透阶段，新会员增长更容易，复购周期也更长。说完这些，有几个风险是必须正视的。第一，估值本身就是风险。一家市盈率55倍的公司，它的股价里已经包含了大量对未来的乐观预期。一旦某个季度出现续费率下滑、消费者开支收缩或者关税冲击超出预期，估值收缩带来的跌幅会比普通公司更剧烈。第二，年轻会员的续费率问题， Costco 管理层自己也提到了，通过数字渠道注册的新会员续费率低于在线下门店注册的老会员。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，如果这个趋势持续，对会员费收入的长期增速是一个隐患。第三，员工成本上升的压力。
Costco 一直以对员工待遇好著称，平均时薪远高于行业水准，这是他员工流失率低、服务质量稳定的底气。但也意味着，在通胀或劳动力市场收紧的情况下，薪资成本的压力比竞争对手来得更直接。第四，特别股息预期。Costco 历史上发过几次特别股息，每次都引发市场追捧。2025年 Q1 财报后，很多投资者期待再次看到特别股息，结果落空了。有分析师认为，2026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，但这更多是市场的一厢情愿，而非管理层的承诺。把这些放在一起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 Costco 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用户粘性能值多少钱的故事。它的商品利润薄到几乎没有，但它靠这个建立了一个让人愿意年复一年续费的信任关系。在这个关系存续的前提下，每一个新开的门店，每一个新增的线上用户，每一次会员费提价，都是近乎无摩擦的转化为利润增量。这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给它一个科技公司的估值倍数。它的收入结构确实比一般零售商更接近订阅制软件公司的逻辑，但这也意味着判断 Costco 股票是否值得买，核心问题不是这家公司好不好，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它很好，而是你愿意为这种质量付多少溢价，以及在当前定价下还有多少上行空间。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不同的估值模型，不同的折现率假设，可以得出从低估到高估截然不同的结论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当一家公司几乎没有分析师给它卖出评级，市场共识高度一致地认为它是 buy 的时候，反而是需要多想一层的时候。好的公司和好的投资有时候是两件事。本期的美股坐标系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